最近 Netflix 很红火的台剧《忘了我记得》，描绘了面对父亲罹患阿兹海默症所经历的挑战跟情感。在剧中，女儿陈乐乐得照顾逐渐遗忘一切的父亲，我们能看到父亲在病情中时而糊涂，时而清醒，让人鼻酸，也引发了我们对失智症的共鸣跟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减缓记忆的流失呢？在无法改变基因跟衰老的前提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及早介入的呢？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这集内容我们会跟大家探讨：一、睡眠呼吸中止症如何造成睡眠的碎片化；二、睡眠呼吸中止症与阿兹海默症的关联；三、睡眠呼吸中止症如何伤害大脑；四、逆转早期认知障碍的大脑排毒法。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一种在睡觉的时候上呼吸道反复塌陷阻塞的一种重大疾病。用白话说，就是人在睡梦中反复停止呼吸。典型的情况是，人在进入熟睡后，舌头无力而后垂，堵住了呼吸道，空气一时进不去，于是血氧就会降低。这时你的大脑就会发出紧急讯号，把你从深度睡眠拉回到浅眠，来让你的舌头肌肉恢复。这个过程被称为微觉醒。微觉醒不见得会让你真的醒过来，通常只是一个很浅的觉醒。被唤醒的人不会有自觉，在恢复呼吸后，你又会再度入睡。但如此周而复始，一整晚发生了数十次，甚至上百次以后，就会造成睡眠严重的碎片化。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睡眠周期大约90到120分钟为一个循环，包括了非快速动眼和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时，大脑活动旺盛，是你在做梦的阶段。一般来说，如果睡眠品质好的人，在做梦后会顺利进入下一个睡眠周期，醒来后也不太会记得梦境的细节，甚至觉得自己并没有做梦。但当一个人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例如频繁地发生微觉醒时，就会反复从快速动眼或其他睡眠阶段中短暂的苏醒，这会导致梦境的记忆变得很清晰，因此感觉一整晚都在做梦。这就是一种睡眠碎片化。通常因为呼吸中止症、焦虑、压力或者是其他干扰睡眠的因素，例如隔壁的床伴打呼所造成的。换句话说，频繁记得梦境通常是睡眠品质不佳的一个重要警讯。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一整晚每隔2-3分钟就有人叫你一下，不让你好好睡觉，你是不是会抓狂？同样的，反复的呼吸中止跟低血氧事件会大大干扰你在睡眠时候的连续性。虽然看起来好像你睡了一整晚，但实际上睡眠被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片段，变得零碎而浅薄。因此很多人早上醒来时依然会感觉到很疲倦，白天的时候昏昏欲睡。许多大型研究都显示，睡眠的碎片化跟严重的呼吸中止症会导致驾驶人的车祸风险惊人的提高。有效睡眠低于4到5个小时的驾驶人，车祸风险会提高4.3倍，而睡不到4个小时的驾驶人，车祸风险则高达11.5倍，等同酒驾。也就是说，许许多多车祸悲剧的背后，其实是因为驾驶人长期的睡眠碎片化。或许车祸不只是要检测酒精就好，还需要检测睡眠，才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到我们的主题，睡眠呼吸到底是怎么跟阿兹海默症这种大脑退化的疾病扯上关系的呢？过去30年来，有大量的研究显示，睡眠呼吸中止症跟阿兹海默症两者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其中一项研究追踪了208位年龄在55到90岁之间的年长者，研究人员用了2年的时间，定期用脑部扫描探测这些人的大脑里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的贝塔类淀粉蛋白的变化，看他们有没有持续累积或者是上升。贝塔类淀粉蛋白是一种有毒的代谢废物，会让脑神经死亡。结果显示，睡眠呼吸中止症越严重的人，脑记忆中的贝塔类淀粉蛋白浓度就越低。脑记忆是在大脑中循环的一种体液，也就是所谓的胶淋巴系统。脑记忆循环会清洗大脑中的垃圾，也就是贝塔类淀粉蛋白。
如果测到它的浓度降低，就意味着这些有毒蛋白质并没有被循环的脑记忆带走，而在慢慢的堆积成斑块，卡在脑神经之间。本来它们会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被流动的脑记忆给冲洗掉，但现在却形成了斑块，堆积在大脑里，清不出去了。而这种变化在受试者还没出现明显认知衰退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些发现都在提醒我们，睡眠呼吸中止症正在悄悄地侵蚀大脑的健康。等一下，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胶淋巴系统的运作，正是对抗阿兹海默症的关键。在更深入探讨胶淋巴系统之前，我们得先讲到究竟睡眠呼吸中止症是透过哪些机制在伤害我们的大脑。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机制，我们就可以透过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来预防甚至逆转阿兹海默症。第一，睡眠呼吸中止症会中断慢波睡眠。睡眠大致分为2大阶段：快速动眼期和非快速动眼期。非快速动眼期又细分为3个阶段 ：N1、N2 和 N3。这个第3阶段 N3 是属于非快速动眼期的深睡期，在这个阶段会出现频率慢、振幅大的 Delta 波，所以这个时候也称为慢波睡眠，特征是脑波缓慢而振幅高。人在慢波睡眠阶段，大脑会启动记忆整理和细胞修复等过程，把你在白天的时候学到的知识巩固为长期记忆。如果深度睡眠不足，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而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很难长时间停留在慢波睡眠阶段。一开始说过，呼吸中止事件会导致微觉醒，而很多的微觉醒就会造成睡眠的碎片化。微觉醒导致深度睡眠时间减少，也就是呼吸中止事件让你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睡眠。长期累积下来，睡眠碎片化就可能会导致记忆巩固的效率降低，这为日后的认知功能下降埋下了伏笔。第二，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导致胶淋巴系统的功能失常。所谓的胶淋巴系统是科学家近年发现的大脑排除废物的机制，它主要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运作。深度睡眠时，大脑中的脑记忆会随着血管周围流动，把一整天中累积的代谢废物洗涤带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深度睡眠就是大脑的夜间垃圾车清运时间。可想而知，一旦呼吸中止大幅削减了深度睡眠时间，脑中的垃圾清除时间就没有办法充分的被利用，蛋白物质就会在大脑中过度的累积，逐渐形成我们在阿兹海默症患者脑中看到的那种斑块堆积。第三，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引发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201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所导致的间歇性缺氧会激发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会攻击神经细胞的细胞膜、DNA 和蛋白质，导致细胞功能异常甚至死亡。不仅如此，缺氧本身也会引发慢性发炎反应，进一步恶化神经发炎反应。这样的连锁反应特别容易影响脑中负责记忆跟学习的海马回，导致认知功能明显的退化。而长期的氧化压力跟发炎状态也会促进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病理变化，包括贝塔类淀粉蛋白的大量堆积以及tau蛋白过度磷酸化。换句话说，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是睡眠问题，更有可能是失智症风险的推手。我们的医疗系统在早期认知退化与阿兹海默症的防治当中，几乎完全忽略掉的一个关键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即便是前台大院长林芳玉医师，也在年过70后罹患了阿兹海默症。我们不禁要问，是否还有被忽略的风险正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当你在睡眠时呼吸反复的中断，夜间就没有办法进入足够的慢波睡眠，我们的胶淋巴系统清洗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这些有害的蛋白质跟代谢废物就会逐渐的累积，造成脑神经的死亡。而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已经被证实能够减缓阿兹海默症的认知退化进程，因为增加深度睡眠和减少呼吸中止，能让大脑本来就有的强大排毒系统恢复它的正常运作。一份研究指出，患有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的57岁男性，经过1年的 CPAP 治疗后，他的脑脊髓液中蛋白质的比例均恢复到了正常范围，
显示脑内毒性蛋白的清除能力是明显的增强。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经过止鼾牙套治疗后，患者的呼吸中止症指数明显下降，认知能力，包括反应速度跟解题能力都有明显的改善。还有一份研究直接分析了接受过 CPAP 或者是一般鼻罩呼吸器的老鼠，它们脑部的流体动态，发现佩戴呼吸器的老鼠脑记忆的流速明显的增加。正如忘了我记得向我们传递的讯息，面对记忆衰退这样的困难，我们并不完全无能为力。我们也许无法阻挡所有无常的变迁，但我们可以透过爱、陪伴跟科学的力量来减缓痛苦的来临，不让呼吸中止症成为偷走记忆的小偷。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